3个劫匪靠6个低音炮放 DJ， 1周内竟抢了3个银行。他们全身裹得严严实实，放的 DJ 不仅使得在场人记忆混乱，而且使监控设备统统失效。可在他们看似完美的犯罪行为下，锦衣卫凯瑟琳还是看出了破绽。他发现案发时，一个黑哥的手机正处于通话状态，于是他们立刻截取了音频。胡子哥把它与已知歌曲进行对比，很快锁定了作者老周。胡子哥还发现这首歌并没有被发行过，所以老周极可能就是凶手。两人立刻赶到老周家，可他们惊讶地发现老周早已成了痴呆，而且经过试探，老周反应不像在作假，调查再次陷入困境。可没想到一次偶然事情让案件再次迎来转机。这天凯瑟琳在吃饭时，服务员不小心打碎了盘子，清脆的破碎声让她虎躯一震。她立刻想到，劫匪选择的银行墙面都是用瓷砖或者大理石铺成，这样就能使声音更加明亮，更加利于他们作案。她于是立刻赶往符合条件的银行，果然堵到了刚抢完钱嚣张的劫匪。经过激烈搏斗，他终于抓获一人。是老周的调音师，可就在押送他回去的途中，同事杰斯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果然，下一秒2个黑衣人走出电梯，他们播放起诡异的音乐，所有人都陷入迷乱回忆，无法自拔。眼看犯人就要被劫走，凯瑟琳用尽所有力气，趁绑匪不注意，将手机偷偷塞进了绑匪背包。等劫匪走后，他立刻要胡子哥锁定绑匪位置。这时，杰斯嗅到了他手上有一股熟悉的香水味，而这个气味同唱片公司前台小姐姐的香水味一模一样。可凯瑟琳自己从不喷香水。终于，他想起自己在和一劫匪搏斗时曾被抓住手腕，看来劫匪之一就是那个前台小姐姐。紧接着，胡子哥确定了凯瑟琳手机位置，在老周家里面，两人立刻再次赶往。刚进门，两人就发现了凯瑟琳的手机和一系列作案工具。进入屋内，入目是一堆老周的唱片，被绑匪抢走的调音师正在弹琴，而唱片公司前台小姐姐正是老周女儿。两人也终于得知，几人抢银行只是为了买回老周的创作。老周年轻时致力于创作令人愉悦的作品，可老了后所有作品都被公司收走。而老周最近查出得了肝癌，活不久了。他临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再看看自己的音乐作品，但买回这些作品却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无奈之下，老周女儿才和家中保姆联合老周的调音师一起利用那张能让人迷乱的唱片去抢银行。他也是出于孝心，只是方法不当。最终，两人被老周女儿孝心感动，杰斯没有抓他们，只是拿走了那张能迷惑人心的唱片，放进了13号仓库。可还没消停2天，麻烦事又来了。